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蛮特别的。好，那这个主题我们就你们看这种报名表的时候，对不对？可能会觉得说，Dustin 这个是什么啊？今天的主题什么叫做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mated Item Generation for GMAT CR Questions？什么叫做AIG Automated Item Generation 自动项目生成的理论跟实践那为什么又跟 GMAT 的 CRT 有关系呢？其实我们现在开始就用同学们在准备 CR 上最关心的问题来去一步一步的让你看到时你是怎么去解决的。好，我们来看什么是同学们在准备考试中最常见的问题呢？ OK， 好，其实不外乎这三个。好，第一个，官方的题目就这么写而已。好，比如说 OG，好，大家都有去买，大家手上都有 OG，但是 OG 里面的题目，好，如果说 CR 才100多题，就很快就做完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做完之后，你可能会去选择说去找像是 Prep 这样的以前的这个就是题库来练，可是这个里面的题库呢，可能也是各100多题，也很快就做完了。对吧？好，但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大量的题目来维持我们的熟练度，还要帮助我们做到考点的检讨，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做完题目之后没有题目可以练，再回去重复练题目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好像自己会通灵。什么叫通灵？可能看到题目的第一行字、第二行字，好，大概就是已经可以预测到这个故事会讲什么了。好，或者是说甚至可以预测到答案是什么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很多同学在练题目的时候，尤其是练 CR 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题目都练过了怎么办？好，那再来呢？第二个问题就是，Dustin，我发现这个题目写错了。当我写错完之后呢，我只是检讨完，我可能只是知道这故事在讲什么。好，那我知道我刚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针对这个我做错的题目，能够有没有类似的题目可以让我练习，对不对？好，那在过去同学们可能就会去需要说，不管是这种讲义这样或者做分类，或者是去做横向跟纵向的总结，对不对？好，但无论是这两个东西都非常的累人，你要自己去做分类，你要自己去标签，你要自己去总结。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比如说1、2个礼拜，你累积了大量题目的整理之后，才能回来去知道说哪些题目是跟它类似的，对不对？OK，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我能不能及时的去针对我刚刚做错的题目去做类似的题目，而不是等到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回来整理再去重做我做过的题目。好，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不一定是这个题目本身有问题。有可能我还有一些其他自己已知的障碍，好，比如说我可能就是某些领域的题目特别不拿手。举个例子，像是题目考到了生物，题目考到了这个就是遗传学，题目考到了演化，好，题目考到了比如说地球科学，对不对？或女权，好，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不拿手。那我能不能去专门去练有这些故事的题目呢？那在 Gmail 的世界里面，好，你要去找这些故事的题目本身就是蛮困难的事情的。好，再来，那如果今天不是故事呢，而是说我发现我自己在读句子结构比较复杂的文章的时候，或者是只要题目的文字一长的时候，我就很难去 handle。那这种时候我要怎么去专门去练这种长文章？句子结构复杂的文章的题目呢，对不对？好，每个同学都已经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自己比较弱点的题目，或者是比较弱点的能力。但是呢，有没有这样的题目适合我们去做专项的训练呢？这就是对同学们最大的问题，对不对？OK，好，那在过去呢，我们都是去觉得说，好像要累积过1、2个月，或者甚至是1、2个礼拜以上，你要累积过大概至少80到100题的题目，你才能回来去找到好像跟你的问题比较像的题目。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及时的方式？那现在跟大家去介绍一个全新的观念。好，当然第一个大家都知道，Dustin 在过去就是研究 AI 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你可能会想说，Dustin，那是不是代表说我把这些问题给 AI 之后，我就可以去解决了呢？好，我们就来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来，各位，我们现在看第5页的地方。好，Please give me a dream math critical reasoning question。这是我一开始接触 AI 的时候，我给他的指令。好，什么上下文都没有，我就只是给他一个句话，请给我一道 GMAT 的 CRT。好，如果你是考生，你可能也会觉得说，哎，今天官方题目都练过了，那我想要去多练题目，对不对？好，你可能也会去请他给你一道 CRT。好，他的确给我们这么一道 CRT，那当然为了就是简化，我们把它变成说只剩下2个选项。好，那各位，好，我们现在来请大家花2分钟的时间来看完这个题目跟选项，好不好？好，各位好，我们现在看完之后呢，好，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由我这个指令所生出来的 AI 的题目。它有什么特色？好，第一个看上去 OK，首先第一个问句上应该还蛮像的，对不对？好，这个的确就是 Gmail 会出的问句，就是下列何者如为真的话，则最可以去加强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叫做所谓的抗氧化剂 antioxidants in green tea reduce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可以去加强说绿茶中的抗氧化剂是可以去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好，这个地方至少还蛮像的，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第二个。
我们看文章的部分说，研究者们他们一直在去观察那些观察到一件事情，说那些有定期在喝绿茶的人，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风险比起那些没有在喝绿茶的人还要低。有些研究者呢就这么样的认为说，绿茶里面的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它本身其实是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后面有说，然而批评者指出说，好，那去喝这些绿茶的人，他们其实有可能今天他们的生活习惯本身就比较好，对不对？比如说他们可能吃的比较健康比如说他们可能平常有在运动那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身体比较健康，比较不会有心血管疾病，而不是你绿茶里面的抗氧化剂的关系，对不对？接下来呢，这两个选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A 选项跟你讲说，我们要想如何去加强，要去证明说绿茶可以真的是绿茶里的抗氧化剂帮助我们去减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好，那当我们在看 A 选项的时候，他说，研究者指出，也就是这些新的学者研究指出说，常常喝绿茶的人，但是没有去运动的人，他的确心血管疾病就会降低了。好，但是不是这个好像是有加强的感觉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刚刚文章里面去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是不是因为你比较常运动，或者是你今天吃的饮食比较健康。那今天我们跟你讲说，那如果你不运动，你只喝绿茶，你的身体也会变好。那的确有在加强，对不对？好，所以 A 选项我们 of course 会保留起来。好，那 B 选项的部分呢是什么？B 选项部分是说，在实验室里的实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绿茶它本身的这个机制是可以让你身体里的自由基被中和。好，这个自由基本身跟什么？跟心血管疾病有正相关的，所以让你的自由基消失，让你的自由基被中和了之后呢，心血管疾病自然会降低。B 选项逻辑上也是一个加强的选项，为什么？因为它直接把中间化学的这种运作机制直接把它讲得清清楚楚。OK，直接跟你讲，好，事实就是绿茶的抗氧化剂就是可以减少自由基，而自由基就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所以 B 选项逻辑上也是一个加强的选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用 AI 产出的这个题目，它会有3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个，这个题目本身它表面上看起来像是 CRT。好，你可以用你任何的 AI，不管是 GPT 或者是 Cloud 或者是 Gemini，好，你可以用任何的 AI 给它下一个单纯的指令，你就会得到一个长得很像，好，就是皮很像，但是肉不一定像的题目。OK，好，surface versus substance，皮跟肉的区别。它可能给你一个题目是长得是也一样有文章，一样有问句，一样有5个选项，可是它背后设计的 format，背后设计的内容，它所设计的逻辑，其实不一定跟 GMAT 是有对齐的。不一定是 GMAT 出题者想要考的观念。好，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 CRT，就根据我的观察 GMAT 题目设计的经验，有什么样的 CRT，文章里会有2种态度的。OK， 好，你看这边文章里有2种态度嘛，一种是这个就是学者嘛，另外一种是批评家嘛，批评者嘛，对不对？好，什么样的 CRT 会有2种态度？来，第一种叫 boldface， 好，boldface 几乎都是2种态度，好，会有转折。OK，好，但是这题很显然不是 boldface。好，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一般的逻辑题，好，但是这个一般的逻辑题，一般来说，如果有2种态度的话，我们的题目都会去针对后面那个新态度，也就是说，不会是针对前面的支持者，反而是针对后面的反对者来去讨论怎么去削弱它或加强它。OK，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这道题目的设计就有偏差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正常的 GMAT 题的话，应该是针对这2个态度里面后面那个态度，对吧？不然后面的态度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好，那在第3种可能是什么？就这道题目它其实考的是2个人在讨论事情，好 ，A 跟 B 在讨论事情，甲跟乙在讨论。他问你的不是说怎么去加强或削弱，而是问你说文章里面的第2个人是怎么回应第1个人的。你应该有看过这种题目，对不对？比如说Jack 跟 Rose， 好，那 Jack 说什么 ，Rose 说我不同意。那他问你说，请问 Rose 是怎么反驳 Jack？对吧？好，就是没有让你给出新资讯，它就是单纯让你就是去重现文章里面所呈现的逻辑，要么是 boldface，要么是2个人在对谈，没有让你去支持或削弱谁，要问你文章里面做了什么事。好，要么是什么正常的逻辑题，可是呢，如果有2种态度的话，它应该都会去针对到第2个态度，而不是针对第1个态度，因为这样子的话，第2个态度写就没有意义了。好，那你们发现，在出题的过程当中，表面上看起来它是给你一个文章、一个问句跟5个选项。好，当然我这边把它说成2个选项，但实际上它在出题的原则不符合 GMAT 真实出题的设计原则，所以它就没有这个对齐的效果。好，对齐的意思就是指，你 AI 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符合人类的需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叫皮像肉不像。皮上面看起来是像，但是肉里面设计的逻辑是不像的。OK，好，那第二个
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所设计出来的题目，它可能会有好几个正确选项，甚至是有可能是没有正确选项。好，这个非常非常常发生。OK，好像比如说刚刚所设计出来的题目里面，A 跟 B 这就是它原本设计的选项，好，两个都是可以成立的。OK，一方面我们如果把他因去除，告诉你说，我们把那些原本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导致健康的因素，比如说身体运动去去除，的确只喝绿茶健康也可以变好，的确是可以支持绿茶让健康变好。但是 B 选项也可以支持，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怎么样？会有一点双重答案的感觉。甚至我还曾经如果用这种单纯的指令去设计的话，才曾经有看过说 AI 设计出5个选项都可以去加强，或5个选项都可以去削弱。OK，好，或者是完全没有选项，这都有可能。好，所以呢，好 AI 所设计出来的题目也可能会有 decipher。OK，好，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所设计出来的题目，如果你没有加任何的调试的话，你只是单纯给他这个问句的话，他对你不够理解。好，他给你的题目不一定会是 customized。好，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害怕的是地球科学的题目，你害怕的是生物的题目，但是他这篇文章跟地球科学跟生物可能没什么关系。好，你害怕的是长难句，这篇文章跟长难句也没什么关系。好，所以当今天你用的是这么单纯的指令的时候呢，你所得到的题目其实品质是非常差的。OK，好，那但是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放弃了吗？不可以。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先知道一个已经存在于学界非常非常久的理论，这个学界指的是试题设计界、考试设计界。好，这个理论叫什么？叫做 AIG。OK，什么叫 AIG？它的全名叫做 Automated Item Generation 自动试题生成。它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好，还有2种理论。好，一个试题的生成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叫做 Strong Theory，这个这边讲的会比较学术，但我会尽量把它讲的比较简化一点。好，Strong Theory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设计题目的时候，完全手工制造，好，完全用人工专家来去出题。好，这个题目就是从零到一，全部都是由人精心设计出来的。好，这个题目的设计会是什么呢？会是说基于我到底想要测验什么东西，好，我的这个就是我测验背后的理论是什么东西，完完全全就是手工打造这样子。OK，好，你要去解决这一题，你一定要去用到我这个出题者是希望你用的这个技巧，或希望你用的这个知识。好，所以这个题目的这种用 Strong Theory 所设计出来的题目成本是非常高的。好，像君妹之前曾经有分享过，他们一道题目的这个成本大概在2000到3000美金之间。如果是用 Strong Theory 来生成的话，也就是说专门请专家去设计题目，设计完题目之后呢，再去重新做调试，确定这道题目真的用到还要考的观念这样子。好，但是有另外一种东西叫做 Weak Theory，好，叫做弱理论。什么东西呢？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题目的模板，这个题目已经被设计，已经是一个强理论设计出来的题目，可是我们只是把表面上的一些讯息特征改掉，比如说我们改一下数字，好，我们改一下用字，我们改一下故事的内容。好，那这个题目的基本逻辑是不变，还是维持这个原本的题目要考的东西。可是呢，这个题目就会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变体题。OK，好，比如说把数字从12改成15，好，比如说把故事的内容从什么，从就是这个官员改成什么公司的主管，对吧？好，或者是把它变成从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改成什么主管跟下属的关系之类的。好，那整个题目的背景叙述不变，好，逻辑是不变的，它就是一个类比。好，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故事的内容不同，但是故事背后的逻辑相同。这种时候产生出来的新题目，就叫所谓的 weak theory 所产生出来的。好，OK，好，来举个例子我们拿最简单的数学当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道原题叫做如果2x 加3等于9，那请问下面哪一个是 x 的值？好，如果今天你要用 strong theory 来出，就是重出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成像跟这个题目可能不太一样，虽然也是考同样观念，可是跟这个题目的长相就会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看这边就变成左右两边都有像，对不对？对吧？好，你是这样的概念。好，但是呢，如果是用 weak theory 来出的话，那就会是什么？稍微换一下数字，但是整个题目的基本的架构是不变的，直接设计出来一个全新的题目。好，所以 strong theory 跟 weak theory 它的特色是这样。Strong theory 是完全重新设计，是完全人工的设计，但它的出题成本非常高，而且出题的速度还比较慢。好，那 weak theory 呢，是透过快速换掉一道指标题目的一些不影响题目要测验东西的特征，比如说数字，比如说文字，好，比如说故事背景，那它不会去跟动一个题目要测验的核心概念。那它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快速生成题目，好，不管是对于一个考试要去扩充题库，
或者是对于同学在平常做练习要训练都非常有用。你就想象是一个手工制的工艺品跟一个快速贴牌生产的差别。好，你可以选择去做一个手工制、手工雕刻的 T 恤，手工做的这个 T 恤。好，从一开始的产品设计，一直到后面的打版，好，或者是一直到后面的什么东西都自己来。你也可以选择去直接复制一个成功的 template。好，这个 template 做完之后呢，后面只要稍微换一下版型，后面只要稍微换一下图案就可以，好，马上快速的出售这样子。Weak theory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先稍微解释过一遍了，对不对？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好，在 Macy 的理解里面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好，一道题目呢，好，会有一个 item template，好，我们又叫做所谓的 parent item，就是母题。OK， 好像这个地方就是一道标准的母题。好，这个母题可能是人工设计的，可能是用 Strong Theory 手工打造的。好，但这个母题里面呢，我们会知道说有一些资讯是跟动的时候是不会去影响到这个题目要测验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x1 加 x2 的数字，这个东西跟动了是不会影响到的。OK， 好，比如说这个地方 x3、x4 这个变数跟动是不会去影响到题目要测的东西。这个题目本身要测的是这个集合、交集、连接，它这些东西跟动是不会影响到。还有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些集合的名字，比如说你到底是看电影，还是你是喝饮料，还是你今天是什么？你买了一份餐，对不对？你把这个餐的实际上的名字跟动了，是不会去影响到什么，是不会去影响到这个题目要考的东西。好，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表象变数。表象变数的意思就是它不会去影响到 core。surface 对应到的是 substance， 它不会去影响到 substance。好，把这个题目的内容从苏打换成瓶装水，换成是芒果汁，好，或者甚至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如果把这个选项顺序调换，对不对？好，把这个选项的顺序变成 randomize， 它也不会去影响到这个题目要考的东西，对不对？那就或者是今天把这个图像，好，我们把它用镜像的方式翻转，或者是把这个图像反转成180度，它本质上也不会去影响到这个题目要考的东西，对不对？这东西就叫表层数据。好，表层的变数这样子。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像你看，好，只要你掌握这些表层变数，你就可以生出无限的变体的题目，好，就可以生出大量的变体题目，可以去让你去练习这样子。OK， 好，那你看，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是一道 item， 我们可以去抓住里面，好，可以改变的像这个数字。可以改变的像是这个地方里面的这个像比如说人的人名啊，好，他到底是运动员，还是今天他是访问者，还是他今天是这个 tourist， 对不对？好，我们可以去自动的去改变它。好，这个就我们说，我们先选了一个 parent item 当做模板。好，再来呢，根据这个 parent item， 我们去辨别说里面有哪些是可以变动的变数，哪些是不能变动的。好，变动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最后就会生出一个新的题目。当然，在正式考试里面，它可能还需要去做更多的校准。为什么？还需要去确定说这个题目的新的难度是多少。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说的 GMAC 目前在去产生便宜且好用的变体题的时候，它所使用的方法。